网络上一夜之间炸开了锅。一个来历不明的录音文件被匿名账号放出，内容直指当红艺人于龙与杨梅梅。这两位在荧幕上频频合作的明星，早已被传有不寻常的关系，但双方从未承认。如今这段录音的出现，仿佛撕开了一道口子，让隐藏许久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。粉丝们纷纷揣测，这是真的，还是又一次精心策划的炒作？点开录音的那一刻，许多人心跳骤停。低沉又带磁性的男声和清脆婉转的女声交错在一起，无需字幕，粉丝们几乎立刻认出了，那就是于龙和杨梅梅。声音的真实性已让无数人感到震撼，可更让人屏息的是其中所提到的内容。录音里，杨梅梅激动的声音让人心碎，她说：“不要再骗我了，我已经知道了。”这句带着颤抖的控诉，仿佛刺破空气。外界立刻引发猜测，他究竟发现了什么？背叛、隐瞒，还是一段被迫的分离？而于龙的沉默，更像是一种无法辩解的默认。在娱乐圈，明星之间的感情总是被放大解读，但这一次不同，录音不像是剧本，而是真实的情绪碰撞。于龙曾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赞杨梅梅的敬业，而他也屡次在采访中笑着说她是我最信任的人。可若真是如此，何来不要再骗我了的控诉？消息传开，粉丝圈瞬间分裂。一部分人坚信这是恶意剪辑的陷阱，意在抹黑两位艺人，另一部分人却开始怀疑，是否两人关系中真的存在裂痕。有人留言，如果是真的，我宁愿他们只是演戏。也有人愤怒地喊，明星也是人，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感情？事件发酵后，于龙保持了罕见的沉默。他没有在社交平台回应，也没有通过经纪公司发声明。沉默往往比千言万语更耐人寻味。难道他是在等待合适时机澄清，还是根本无力辩解？这种神秘的态度让外界更加好奇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杨梅梅在某次活动上红着眼眶的样子。她原本是以爽朗坚强著称的女孩，可那天的她明显有些落寞。镜头捕捉到她用力眨眼，强忍泪水的一瞬间，瞬间冲上热搜。许多粉丝直言，她在隐忍，她一定在经历什么。录音片段虽然震撼，但并不完整。有人指出，断章取义完全可能。也有人怀疑，若真是背叛，杨梅梅为何选择沉默许久？是不是有更复杂的隐情？娱乐圈的世界往往远比外界想象的更扑朔迷离，媒体当然不会错过这场狂欢。无数标题涌现，于龙疑似隐瞒秘密，杨梅梅泪洒后台恋情曝光，还是背叛实锤？点击率一路飙升，舆论场像一场风暴，瞬间席卷所有社交平台。谁是真相？谁在编造？没人能说清。回顾两人的合作历程，从第一部戏开始，他们便被冠以最佳银幕 CP， 戏里亲密，戏外默契。粉丝们一度相信他们之间必定有故事。可正因如此，这次的录音才格外惊人。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他们过往的每一次眼神交流，每一次动作细节。有细心网友翻出他们旧视频，发现不少耐人寻味的细节。颁奖礼上，于龙低声说了句等会儿别走。综艺节目里，杨梅梅看着他的眼神，仿佛藏着千言万语。这些曾经被视作甜蜜的瞬间，如今却被重新解读，究竟是真爱还是假象？终于，在风波持续3天后，于龙所在公司发表了一则模糊声明：网络谣言，请大家不要轻信。短短一句话，没有否认录音的真实性，只是呼吁理性。而杨梅梅的团队更干脆，完全没有回应。这样的态度让人更加无法判断，录音曝光的背后，也许不只是爱情与背叛的故事。有人猜测，他们或许正在经历一场事业与感情的博弈。娱乐圈的残酷现实，常常逼迫艺人做出艰难抉择。爱与责任之间，他们也许并非背叛彼此，而是被现实撕裂。粉丝群体中，有人开始号召，不要再逼问他们了，给他们空间。
这种理性的声音，仿佛在狂热的舆论中带来一丝清醒。可在另一边，依旧有人固执地认为，真相必须公开，不然就是对粉丝的不尊重。矛盾像火焰一般持续燃烧。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一场颁奖典礼。当两人同台领奖时，镜头清晰捕捉到他们的对视。那一瞬间，时间仿佛静止，眼神里有心痛，有挣扎，也有无法言说的默契。粉丝纷纷留言，不管真相如何，他们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。就在舆论逐渐发酵时，匿名账号再次放出未公开的后续录音。这一次，内容更让人震撼，其中一句模糊的低语被反复放大：我们不能再继续了。这究竟是分手的宣告，还是为了保护彼此的无奈选择？爱，在光鲜的娱乐圈里，往往被无限放大，却也无处可藏。于龙与杨梅梅的故事，也许远比录音里的一句控诉复杂。是彼此深爱却不能相守，还是有人背叛另一个？这段关系似乎被推到风口浪尖，却依旧没有一个确切答案。最终，真相是否公开，已不再是最重要的。更关键的是，观众选择以怎样的心态去看待？是继续追问、撕裂，还是理解、包容？或许，这才是录音背后最深刻的拷问。这段录音让人窥见了娱乐圈光鲜外衣下的脆弱与无奈。爱与背叛，真相与谎言，都只是故事的一部分。而于龙与杨梅梅终将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给出答案。风波过后，真正开始的不是指责的高潮，而是漫长的修复过程。对于龙与杨梅梅两人的事业生态来说，这一刻更像一次地震，代言方、剧组、合作品牌乃至业内人士都会重新评估风险与利益。明星的不可控性在商业合同里被量化为条款与赔偿，但公众信誉却没有合同可以直接赔偿。公关团队会抓紧时间做两件事，一是控制信息节奏，亦或选择沉默以避免更多舆论裂隙；二是铺排正面曝光以重建公众形象，比如参与公益、低调回归工作，或通过可信媒体做深度专访。然而，这些看似套路的操作，能否抚平粉丝的失落与不信任，则依赖于两位当事人的真实态度与长期行为。粉丝群体内部会出现三类反应：激烈防守者、理性旁观者与彻底失望者。前者会发动网络公关，举报不利信息，粉丝后援会出面维权；后者或许会选择维持偶像的作品消费，暂不否定，而失望者则可能彻底撤资、退粉，长期来看对艺人生涯的消耗最大。更微妙的是，同行与媒体的态度也会影响修复速度。业界如果普遍选择冷处理或回避，事件一长期化，若有权威媒体或行业人士出面以事实核查平衡报道，则有助于尽快回到作品本位。最后，职业修复不是一两次道歉或声明就能完成的，它是一次需要时间、作品和人性化沟通共同参与的长期工程。于龙与杨梅梅若能在未来以作品说话，以真诚面对公众，那么余波终将被新作品与新的信任所覆盖，但这条路注定坎坷而漫长。在录音风波之外，最值得讨论的不是八卦本身，而是我们作为观众的角色与边界。互联网时代放大了每一次情绪反应，也模糊了知情权与窥私欲的界限。我们渴望真相，是因为真相可以满足好奇，也可以为我们的价值判断提供依据。但与此同时，真相若未被确证，传播的每一步都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不可逆的伤害。理性的社会应当思考两项基本原则：其一，媒体与公众在传播敏感内容时，应优先核验来源与真实性，避免被片段化的信息主导叙事；其二，公众人物虽处于聚光灯下，但他们的私人情感仍有被保护的权利。更深一层，这是关于同理心的考题。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别人的私事？是为了追求真实的正义，还是为了情绪宣泄？在追逐真相的路上，若缺乏同理心与事实核验，我们也许只是把另一个人的痛苦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反观自身，观众可以选择3种更成熟的路径：要求媒体负责的报道，保持情绪上的节制，不以为证实信息对艺人做出情感或金钱上的惩罚。若真相最终浮出水面，法律与行业应当是裁决的主渠道；若真相永远不明，我们也应学会承受不确定性，不把他人的人生权利交付于一阵舆论的热潮。归根结底，这场风波考验的不只是2位艺人的情感，更是整个社会的信息素养与道德边界。作为观众，学会自省，减少伤害，或许